我婆婆的全家在加拿大集体中暑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我说咋的了呢？一问说加拿大今年夏天太热了，气温达到了26度，全家人暑中的五花八门。我的公公布莱恩热的好几天不能排尿，就是太阳能让他实现了零排放，不能上班了。我的大姑子玛丽莎被热的内分泌完全紊乱，大姨妈已经持续了19天不走。现在情况最乐观的是小姑子妮蔻，但是也已经请假1个礼拜不能上班了。现在他们那一片很惨呢，就是很多养老用的老人房门口的小牌子一个接一个的立了起来，就写着此房出售，因为很多老人都没挺过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街区一到夏天，3伏和3期不一定谁先来，不一定谁先来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的室内没有空调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温蒂在加拿大的工作呀，是在福利院带那些智力有缺陷的孩子。他们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落后的非常平等，即使是福利院这种地方，它也没有空调。但是为啥温蒂现在中暑的症状最轻呢？因为他天天带着孩子们去商场蹭空调、看电影、搭积木。其中一个患者呀，阿拉伯数字刚能数到5，但是女性视角电影《芭比》已经看了6遍，但是这些项目呢，温蒂不是很喜欢。他只想去商场蹭的呢是那些 SPA 店、美容店，还有空调，还给他去皱。但是呢，他的单位不给他批这个预算，因为别的活动像看电影啊、搭积木啊，你怎么说对智力的修复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但是做脸修复的是青春，审核结果认为他不属于这些患者人生最首要的问题。完那天他给我打电话，看我在那做 SPA， 问我你是不是也去蹭空调？我们这儿都有空调，哪儿都有，不用蹭。我在美容院做脸有空调，我回家自己用雅萌护肤也有空调。但是我听完他们被热成这样这个事儿吧，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好笑，后来我是有点焦虑。26度给热成这样，那这仨女的过2天来到41度的北京，能不能出机场啊？不得碰瓷儿啊！然后我一说，我说北京比那热多了，他们说没事儿，不可能有我们这热。大胖姐为了佐证中国有多热，给他们看了很多短视频，就咱们可能也刷着过，大马路上摊鸡蛋，车前盖上煎五花。看完之后问他妈你怎么想？温蒂说哎妈，中国人挺饿，怎么搁哪不做饭呢？所以他们现在就根本就不能想象我们这儿能有多热，非常嚣张，要这个周游华夏，要去的省份多达20大几，覆盖了中国大半壁江山。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景点啊太多了，记得稍微有点杂，跟我说要去云南看兵马俑，去内蒙古看大熊猫，去海南岛看壮观黄河，去哈尔滨看乐山大佛，就是这么一个路线。还告诉我说这次预算开的挺高，大概准备了就8000到1万的人民币，问我这些地方是不是都能玩好。我说你们仨就是拖这个活着费劲的体质，非整那个特种兵式旅游，最后你们换景点基本就得靠全国各大医院转院。我就寻思这游的得多苦啊！我没吱声，但我准备到了地方告诉他，就是云南的兵马俑下班早，已经回家了。我就给他关酒店，开着空调，吃着西瓜，没美容。雅萌双蛋白美容仪我还真挺爱用，简单3滑，激活半脸的双蛋白，3种能量同时打进皮肤，每一滑都是在提亮皮肤紧致淡纹。我聊会儿天时间，半边脸就打上去了，主打一个高效淡纹，在家也能高效保养。但是我还是有心眼，我看他们这么抠，这么虚，还要玩的这么野，我真怕他有点啥事儿。我最近搁这研究意外险，我研究这明白。然后我这几个同事就听我唠嗑，说他们26度热的就不能排尿了。再一看北京这42度的天，就说温蒂这个保险钱他们请了，就一个小要求，就是这个受益人呢写他们的名。温蒂听说之后特别感动，跟我说，就世界上总有那些好人，热情又慷慨，而且啥都不图。因为你敢多喝热水。我和我老公被老师找家长了，因为我女儿在澳大，这个来自铁岭的奇女子，在伦敦他们小学组织的某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观展之旅中，说要把墙上的远古生物烤了。这个博物馆馆长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胖乎乎的伦敦老太太，形象上懂行的人应该知道，也算是一个抽巴了的老雪人吧。一边解说着墙上来自远古的长得有点像章鱼的海洋生物复原图，一边问可爱的小朋友们，如果这个远古的精灵能重新回到地球上来，你会做什么？在其他小朋友给出我想和他进入深海玩耍，我想把他邀请到家中做小伙伴这种庸俗的回答之后，我女儿当着众人的面给出了一个镇馆之解，我想给他烤了。听到这个回答，这博物馆老雪人差点没让我姑娘吓化了，就 Oh my dear Lord， 这实在是有点不合时宜呢，我的小 darling。 完旁边有可爱的小卢卡斯还挺好奇，问我女儿你啥意思 barbecue 啊？我女儿说啊，要不留着他吗？卢卡斯说那直接就给 barbecue 了。我女儿说那肯定得先腌一下。卢卡斯说你看他那么老多条腿你咋烤啊？我女儿说那个叫爪用签子烤，脑袋铁板烧，脖子以下腰往上得用韭菜炒。所以老师跟我俩说嘛，说我们觉得呀，你看你女儿看到墙上这么可爱的小动物，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烹饪方式，我们得觉得跟你们沟通一下，是不是孩子有什么暴力倾向？我说实话，我听着心里我不能沟通。章鱼这玩意儿有什么可爱的？那我看着章鱼第一个想到的也是签的，但是我还是得配合着教育教育嘛。我说咋回事姑娘？我女儿说我老婆我姥爷在铁岭就是这么点菜的，一墙全是菜，冲墙就是点。我一听我立马懂我女儿了，这个不能怪孩子，
东北的很多饭店菜牌的确在墙上，比如你在缸里你挑只王八，然后你就看墙，你选择一个烹饪方式，你是蒸啊还是炸，好像没有炸王八的哈。所以我女儿属于思乡心切，就去博物馆看着一墙海洋生物复原图，当菜牌了。这是幸亏旁边没有什么鸽子、鹌鹑之类的，要是有，她肯定要给人掩埋了。所以我就跟老师解释，我说这个展墙啊，的确有一定的乡愁的因素在，我们确实是朝墙点菜。老师说，但是你女儿不光是这一个事儿。前几天学校组织所有学前班的孩子一起去一个农场，然后就有一个环节，就是农场派出几个刚出生的鸡宝宝、鸭宝宝和鹅宝宝，让孩子们都抱一会儿。结果我女儿太会煽动情绪了，整出一群马仔。这个 Tiger Wolf Language 在英国西海岸出圈的。那天我女儿抱只鹅，卢卡斯抱只鸡，伊莎贝拉抱个鸭子。回去之后写作文，你想对你抱着的动物说什么？这仨人写的都是我想给他烤了，就是伦敦考试收俩学徒等于。然后当时我们正在视频呢嘛，我说这个就肯定不对了啊，我得纠正你一下。然后我旁边坐着我爸，就冲着墙点菜那孩子他姥爷，他姥爷直接就替我纠正了，翟要打你这不对啊你，这里边就鸭子能烤，大鹅那玩意儿不得炖吗？温迪呀，还是走了，因为他老头布莱恩要做个手术。但是温迪这次来呢，他压根就不想走，就想留着给我带孩子。我还给他发工资了。我说这是你温迪作为艺人的应得片酬。温迪还问我，你说我这个艺人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大家觉得我就如此特别？我说你这个艺人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。所以人温迪在这又当奶奶又当艺人，非常爽。布莱恩说，那我要做手术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回来照顾我吗？温迪也舍不得走，布莱恩就逼着温迪让他背诵婚礼誓词。温迪搁那儿，不管贫穷富有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布莱恩说，那你赶紧回来呀。温迪说，我现在在境外，我不属于基督教管辖区。布莱恩说，你在哪儿关于婚姻的理解也大差不差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在婚姻中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温迪问我爸，我爸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温迪问大胖媳妇咋翻译，大胖媳妇说 Marriage is two birds, one die, one fly。但是温迪最后还是遵守了关于婚姻的诺言，回去了。温迪走之后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。翟奥达就是难过伤心，张拿铁呢也装伤心。翟奥达的伤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张拿铁的伤心全是人情世故。对张拿铁来说，他最解脱的事儿是他终于可以不拥抱了。温迪在的时候，见面就拥抱，分开还拥抱，下楼买个西红柿，手上起个倒香刺都得抱，给我爸抱的。我爸跟张拿铁说，你说你奶是不是开出版社呀？那都不是日报，是晨报加晚报。他去趟北京三里屯逛一天，我以为今天不报了，结果晚上6点横穿北京城，回到家给我一个都市晚报。都市晚报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这么个人。那温迪在的时候，张拿铁也得配合他，一报还一报的。现在温迪走了，那张拿铁可扯不了这个。咱俩把车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走的，哎，我爸的反应呢，就是和大胖媳妇一起策划了一个拳头宴。因为温迪在的时候不让吃动物脑袋，不让看动物眼睛，还不能吃他认为可爱的小动物。现在温迪走了，我爸和 Jamie 整这个大宴，叫出头之日。两口，就是金头，来，咱们大快朵颐啊！满意，吃鱼头，吃鱼头。温迪要是在，他肯定只吃干巴面包。温迪的干巴面包不止费拿铁，还费番茄酱呢，吃啥都得蘸点。幸亏我家常备魏好美番茄沙司，一瓶含10个番茄，浓郁番茄味，酸甜可口，全家都爱吃，零添加，配方干净，是我家佐餐首选。挤一挤不怕孩子们剩饭，真省心。大胖媳妇在他妈离开之后，抱着100多个裤衩子发呆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我当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20个裤衩子给我送行。后来每次我妈来中国，每次给我带的礼物没有别的，都是20个裤衩子，20个裤衩子。他不说他自己抠，他说他心疼他儿子胖，穿衣服磨裆费裆。大胖媳妇一边看着手机里他妈妈的影像资料，一边看着面前这一批7、8年前的老裤衩子，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中文歌，当你老了。那个老婆子，